因为今天我们是房地产公司，我也问一个跟房地产有点相关的问题吧。没问题。因为这些私校呢，它那个就是坐落在就是多伦多哈，假如说不同的地区吧，那这些家长为了孩子上学，是不是需要在私校附近买一个房呢？它有地址的要求吗？还是没有？我不能说就地址的要求特别的严格，但是我就想说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。因为不管是顶级私校还是说普通的私校，他们作为加拿大这个教育体系来讲，他们首先要满足自己本社区的就近求学的要求。就像 UCC， 如果说您的房子就是在 Forest Hill 附近的，那么假如说两个差不多的孩子可以选 A 也可以选 B， 但是 A 的就是家庭地址就在 Forest Hill， 那么 A 可能会比 B 多那么6节的优势。OK， 对，如果从就是家长接送孩子的角度呢，也是如果住在这个校区附近的话，也是更方便一点啊。对。那他对这个少数族裔的这个比例，学生比例，它是有限制吗？我不能说他们没有限制，但是他们也从来在公开场合都不承认自己有限制，对，不能公开来说。对，但其实我觉得从学校角度，他可能也要考虑多方面的。对，一定要有考虑的。对，假如说他当地族裔的人，或者说华人、印度裔或者韩国人，他可能这个比例还是要 balance 一点。对，他一般的 balance 就是在 Asian，Hispanic。还有这个 Canadian， 就是在这些就是族裔当中去做一个就是排列。是的。那现在好，就是这学生哈，一般就是申请私校的，是以高中的人数比较多呢，还是说现在有这个年龄化越来越小的这种趋势？感觉这2年就是大家都希望早一点进去。最早是几年级呢？最早可能就是 JK 吧，4岁。4岁，哇！对，要把孩子从这么小就送到私校去，对，很漫长的一个过程。对，是，就是说你越是低龄化，就是越小，你进去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越看家长。而且呢，就是最后孩子的人脉呢，其实就是家长的当初建立起来的圈子，因为你年龄那么小，其实出去活动都是爸爸妈妈吆喝一起的，对吧？孩子是配合。但越到高年级，到了8、9年级以后，那这个圈子就是孩子自己去建立的。对，是因为那个时候青春期了，家长也没有办法有过多的控制。是。那现在你帮这些家长哈，就是申请学校的过程当中，你发现，这个比例，假如说是我们加拿大移民的这个占的比例比较大呢，还是说从中国来的这个留学生的比例比较大？加拿大本地的移民家庭主要集中在初小阶段。初小，对，到了8、9年级以后，那么就是留学生多一点，还有一些回流的家庭。OK。那这些留学生申请，他们一般都肯定要住校的是吧？留学生是住校的，申请住校的项目。对，那对于留学生来说，是不是会更难一点去申请私校？如果说留学生申请的是一些住校的项目，其实竞争反而没有本地生那么激烈。OK。对，因为本地生都有那么多的学校，对吧？而且有的还是从小的私校跳到大的私校。那么对于这个国际留学生来讲，那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当地的竞争者。所以国际留学生主要的困难还是在语言上面，因为大部分的顶级私校是没有 ESL 的。OK， 所以他必须落地进课堂就要能够听懂，招生官是要求证这一点，全能去。对，是的。对。那最后呢 ，Maggie， 你给我们这个学生的家长们看看有没有什么一个建议吧，一个忠告吧。好的，我想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初小阶段，也就是在7年级之前，希望大家呢多多的抽出时间陪伴孩子。陪伴孩子的时候呢，对自己的要求也像对孩子的要求一样，尽量的呢不要一边陪一边看手机。要互动哈，对，孩子交流和互动，多跟孩子一起互相 read to each other。我读一个故事给你听，你读一个故事给我听，读完以后我们分享一下想法。到了初中阶段呢，他们进入青春期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他的荷尔蒙的分泌使得他对
外界的很多的事情出现了一种比较大的情绪波动的反应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尊重，对，一定要尊重。那么等到青春期这一段过去了之后呢，我们一定要放手，不管舍不舍得，都要放手，让他们去试错，给他们试错和尝试的机会。因为其实在孩子没有踏入大学之前，没有什么错误或者失败是不可逆的，都是宝贵的人生经历。所以呢，就是一句话，小学的时候陪伴，中学的时候尊重，到了高中放手。哇，太好了，谢谢你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一个建议啊，非常感谢 Maggie 呢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，希望呢对大家有所帮助，谢谢。